结婚10年，我送给老婆第520支玫瑰，老婆却要跟我虚假家庭开支要我付，节日礼物要我准备，那你跟我什么了？我忍着怒意，许娇漫不经心化着妆，养不起媳妇，你别娶啊！张成，你现在才挣几个钱，以后我还要给你生孩子，你多付出一些怎么了？他总是站在制高点，不付出，只不断向我索取，然后将所有的温柔给了他的好哥哥。既然如此，我累了，放你自由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随着吊瓶一滴一滴落下，我眼皮逐渐发沉。小伙子，该换药了。老大爷一把给我拍醒，我迷糊中慌乱坐起身。小伙子，单身狗啊！老大爷挽着身边的大娘，大有炫耀的架势。我苦笑了一下，看着手里的玫瑰花，没有，媳妇忙。我干干地说道，我总不能说我媳妇在陪别的男人。老大爷目光也跟着我扫了一眼，随即开启一长串说教。年轻人啊，别总忙啊忙的，一辈子能互相陪几天？是啊，一辈子能互相陪几天？可就这几天，许娇全都拿去陪她的好哥哥了，哪有时间陪我这个老公？自从刘成回来，许娇就经常不回家。开始我以为是他加班太忙，恨自己挣得不够，让老婆这么辛苦，每天都给他准备好晚餐。在单位更是加班加点的干活，为我们小家的未来考虑。直到我在商场碰见了许娇，她穿着齐膝小短裙，笑容洋溢，挽着刘成的胳膊，一口一个哥哥的叫着。而我走员工通道，身上是脏兮兮的工装，手里是沉甸甸的货物。她看见我，竟下意识转头，装作不认识。要不是我拉住她，他估计就走了。许娇，他是谁？你每天那么晚回家，不是去工作了？我强行压制着怒气，任谁看见自己老婆贴在别的男人身上，只怕都忍不住。许娇却一下甩开我的手，好像碰到了什么脏东西。我哥哥，我被怒火冲了头脑。你哪蹦出来一个哥哥？你妈不就生了你一个吗？许娇直接发疯了。都说了是哥哥，你听不明白话呀？你思想怎么那么龌龊？赶紧走！你是不是想让我跟你一样，让人看不起？他说完，就挽着油头粉面的刘成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又低头看看自己。我靠自己的双手挣钱，怎么就让人看不起了？别人没有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的只有许娇。她一直想找个有钱人，被网上的毒鸡汤惯坏了，什么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，可像我们这样的人家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那天我站在原地像个傻子。晚上许娇回家后跟我坦白道歉，说那是他邻家哥哥刘成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就像他亲哥哥一样。现在他功成名就，然而他还没什么能耐。白天看见我，他感觉没有面子，让我理解他。我心软了，真的以为他把刘成当作哥哥。自那日之后，许娇彻底肆无忌惮，常常刘成一个电话就能把被窝里的他叫出去。每次我说他，他都会马上给刘成打电话，把他叫过来跟我对峙，然后哭着说我，你心脏就以为别人跟你一样脏吗？网上说的对，你这样的男人又没本事，又小肚鸡肠，你这是妨碍我正常社交，是非法囚禁。我沉默了，渐渐的，我也不想说了。或许他只是一时被毒鸡汤迷了眼，过了这阵就好了。点滴打完，我跟老大爷告别离开，看着他跟大娘相依偎的样子，忍不住羡慕。那个时代虽然物资匮乏，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却更加纯粹。手机铃声响起，我在医院门口等你。许娇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，我愣了一下，
没想到他会过来接我。今天正好是情人节，或许他回心转意了。我脚步顿时轻快。医院门口停着我家的小破车，许娇坐在驾驶位，我自然而然坐了副驾驶。他眉头瞬间皱了起来，我的目光却看向了副驾驶上放着的古龙香水。什么时候家里的小破车也高级起来了？其实我心中已经隐隐知道答案了，但我还是强撑起笑容。这是今年的52支金玫瑰，老婆，一共520支。当年我答应你的，我做到了。当年我们结婚，许娇说没有安全感，不愿意生孩子，要我每年送她52支金玫瑰，等攒够520支，证明我爱她，她就给我生个孩子。其实我也不是非要个孩子，但我愿意证明我爱她。许娇脸色突然冷了下去，不耐烦地按着喇叭：“老婆，你身体是不是不舒服？不然在前面路口换我开吧。”我有点担心他车技不行，要是因为身体不适出现事故得不偿失。没想到我话音一落，许娇突然双手离开了方向盘，在包里翻了2下，把工资卡狠狠摔在我身上：“还你！以后我们我不拿着你的卡，你也别想算计我。”他说着话，油门直接踩到底。从结婚开始，我就上交工资卡。前几年他没有工作的时候，我也从来没提过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问他，可在马路上，他情绪不稳定，我也不敢刺激他，只能先答应下来。好，我把工资卡收起来，想着他跟我要的时候，我再给他。没想到许娇冷笑了一声：“你果然就等着这一天呢。”我揣到一半的工资卡，不知道该动还是不该动。看着他阴晴不定的模样，我试探着问道：“你是不是遇见什么事了？咱们是夫妻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。”许娇又是一声冷笑：“没有，今天是情人节，礼物呢？”礼物？我忍不住看向放在他手边的金玫瑰。许娇怒了：“张成，那是你对我的算计，你想让我生孩子才送我的，怎么可能是礼物？既然是算计，他怎么不扔回给我？”我没说。许娇继续喋喋不休：“人家过节都有红包，有金手镯，我就没什么都没有。对了，你水电费交了吗？给我妈的礼物你准备了吗？”他一脚刹车踩在了小区前，我被他气笑了。家庭开支要我支付，节日礼物要我准备，那你跟我什么了？我强忍着怒意。许娇对着后视镜漫不经心化着妆：“养不起媳妇，你别娶啊！张成，你现在才挣几个钱，以后我还要给你生孩子，你多付出一些怎么了？”我看着他，好像第一次认识这个女人。她现在理直气壮地指责我，却忘了我之所以挣得少，是因为正在拼搏的几年，她家里出事了，我卖了婚前财产替他平事，他又一病不起。我白天拼命干活，晚上还要照顾他，耗干了我所有的精力，这才错失了挣钱的机会。那时他对我只有感谢，一口一个老公，叫得别提多甜了。现在却来指责我，这么多年的付出好像全都喂了狗了。许娇早就上楼了，我独自坐在车里平复心情，回忆着这么多年的点点滴滴。刘成没回来之前，许娇还不是这样的，她会心疼我干活太累，给我准备好解乏的饭菜，会抱着我喊老公，闲暇时候还会主动邀请我兄弟们过来聚会。每次我送她礼物，她都会高兴地蹦起来，责怪我花钱太多，为我们小家庭的以后打算。没有人能想到我和许娇会走到今天的地步。自从他的好哥哥刘成回来，我过往的付出在许娇这好像成了一个笑话。我压下心头的难过，10年的感情让我还是决定哄哄他，用身上仅剩的钱买了他喜欢的零食，
钥匙还没插入锁孔，就听见屋内传来了他的声音：“哥哥，他今天跟我提生孩子的事了，果然是想用孩子拴住我。他简直太恶毒了，要用孩子毁了我一辈子。我就说他平时对我那么好，肯定有所图，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哥哥，我明白，我已经跟他恋爱了，到时候离婚，我肯定不会吃亏的。他的工资我让他全都用于家庭开支上，法院就不会强制追回。我的工资都拿来还房贷，房子能多给我分一部分。还有，他收入大头不是工资，他们公司奖金比工资多，我让他多给我买礼物。婚内赠与属于我个人财产。我捏着钥匙的手逐渐用力。邻居回家，看见我喊了一声大哥，屋里的通话声戛然而止，家门被拉开。我看见许娇眼中倒映出我青筋暴起的模样。许娇，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？我强行控制着声音的颤抖。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他竟把我算计得干干净净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我的隐忍和退让，竟成了他拿刀一下一下将我划得鲜血淋漓的理由。许娇有些心虚，但还是梗着脖子：什么叫在我眼里你不堪？我是女人，是弱势群体，我多保护自己一点不应该吗？多少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就被老公抛弃了，我就是不想落到那样的下场，不行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今天给我玫瑰花的暗示，不就是想拿孩子拴住我吗？许娇，天底下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生孩子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从未大声跟他说过话，可如今我的心真的麻了。我每年给你送金玫瑰，不是为了拴住你，是为了我对你的承诺。我把零食扔到屋里，没再看许娇的脸色，大步离开。身后响起脚步声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追出来了，也无所谓他有没有追出来。当天晚上我就从家里搬出来了。公司是有休息间的，也是员工宿舍，之前我没住过，只是白天在这里小憩，没想到如今成了我暂时的家。公司那帮小子看见我从宿舍出来，全都围了过来。老张，你这是又策划什么大项目了？有项目你想着提拔提拔我，好歹也是老员工了，说句话领导能听的。我苦笑了一下，什么项目啊？我是无家可归了。白日里跟我相熟的同事看见我买洗漱用品，都揶揄地笑着。我说老张，你这是要住公司啊？你家小许能同意吗？两人跟年糕似的，平时不给钱，让你多加班都不同意，生怕你媳妇等你着急。他们哈哈笑着，我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剩下喉咙里的苦味。毕竟我在他们眼里就是宠妻狂魔，可这么多年的爱护，我还是没能得到许娇的心，连一个消失了10多年的邻家哥哥都比不过。这些苦我全都咽了下去，没跟任何人说过。一连几天时间，那些同事也发现不对了，不再开我和许娇的玩笑。公司里认识许娇的女同事看见我都窃窃私语，我知道他们戏称我是许娇的舔狗。小二，以前我从不在意这些，结婚10年，我不知道许娇的朋友为什么这么不待见我，现在我才明白，是许娇看不起我，才会放任朋友对我肆无忌惮的嘲笑。再次见到许娇，是她下班后主动给我打来的电话。张成，我在你单位楼下，保安不让我进去。许娇说道。保安当然不会让他进，是我告诉保安，我们正准备离婚，无关人员不准进入公司。我举着电话并未出声。电话那边，许娇急得不行。张成，有什么话你出来跟我说行不行？好歹做了10年夫妻，你不能就看我在外面丢人吧？张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坐你公司门口不走了。
他知道我从不忍心让他丢人。我站在公司楼上，看着楼下急得直跺脚的许娇。最后一次，我纵容你的任性。好，在楼下等我。我挂断电话，刚走出大门，许娇就如同一只小鸟扑倒我怀里。她搂着我胳膊，明显瘦了很多，连眼下都多了一片淤青。我精心呵护了那么多年，才几天时间，她就把自己折磨成这副模样。许娇，你又想玩什么把戏？我后退2步，把手臂从她怀抱里解救出来。我的闪躲让她难堪，她站在那委屈地看着我，等着我像每次一样先对她低下头。可这次她错了，我的脸早就丢尽了。不怕丢人，但她还没有。僵持了一会儿，许娇终于忍不住，委屈巴巴开口：老公，我们不要闹了好不好？之前你不是说要跟我去看电影吗？你陪陪我好不好？我抿唇不语。之前我的确说过要陪她去看电影，我抢了当时小姑娘最喜欢看的电影票。可她干什么了？她陪着刘成一起去公园看了星星。那天我在电影院门外站了整整1晚，我跟她看了同样一片星空。她的是浪漫，我的是笑话。张成，我跟刘成真的没什么，我们之间是干净的。许娇哭了，哭得很可怜。我终究没忍心，跟她去了电影院。这次是她提前订了电影票，买了零食，做了一切我之前做过的事情。看着她忙忙碌碌的模样，我竟然产生了一种这样也不错的心思。电影院内，许娇把头轻轻靠在我肩膀上。老公，之前都是我错了，离开你的这几天，我吃不下，也睡不好。黑暗中，他在我身上摩挲，耳畔的声音带着哽咽。这几天我都没有去找刘成，一直在家等你。我想你回来，我就跟你认错，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可你真是狠心，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。许娇磨蹭着我，看着他低头道歉的模样，我心口有些发热。我也是个正常的男人，要不是他之前做得太过分，有10多年的感情在，我不会跟他计较。老公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们回到最开始的模样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许娇趴在我胸口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旁边一对小情侣悄悄看了我们一眼，脸红着别过头去，一个好字就卡在我喉咙里。许娇的手机响了，她刚刚趴得有多软，现在坐起来的就有多快。喂，刘哥。他对刘成的称谓改了，不再一口一个哥哥。或许他真的有所改变了，然而他的声音也跟他的身段一样，逐渐软了下去，最后竟然还叫了一声好哥哥。这一声腻得旁边情侣都频频转头，他们的眼神似乎在看我头上的青青草原。放下电话，许娇歉意地看向我，对不起老公，我公司有点事要办。许娇说道。我眼中的失望掩藏不住，还是问了一句，是刘成吧？许娇嗯了一声，他说要给我个项目。你放心，真的是公事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。我和许娇同时愣住，她也反应过来，她刚刚的动作有点激动，急忙拉住我解释，你知道的，公司项目是要对外保密，我真的不是为了刘成。我已经不想听他解释了，只是胡乱点了点头。那我走了。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被亲的温软还没有消失，许娇就已经消失了。我看着身边空荡荡的座位，心里好似有什么东西跟着一切消失了。他果然不会变，刘成只要一个电话，永远能把他从我身边叫走。从电影院出来后，我一下变得漫无目的，都知道是许娇来找我的。这回我也不想回公司，被那帮小子抓住嘲笑，直到耳边传来服务人员的声音：先生，您几位？我一抬头，忍不住嘲笑自己，习惯真的很可怕。我无意识间
竟还是进了许娇最喜欢的餐厅。一位，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。来都来了，之前每次点的都是许娇喜欢的饭菜，今天我也随心所欲地吃一回。饭菜还没上桌，餐厅的门却再次被推开，听着熟悉的笑声，我一抬头，许娇挽着刘成的手臂，笑意盈盈走了进来，口中还嗔怪着：“你没项目，还约我出来干什么？没项目就不能想见你，点吧。”这顿我请。刘成的手在许娇腰间划过，许娇瞪了他一眼，娇嗔了一声讨厌。我坐在角落里，看着两人打情骂俏，拳头逐渐握紧。这就是他说的谈生意。刘成不知在哪变出来一朵玫瑰，逗得许娇直笑。人倒霉，连喝凉水都塞牙。明明是我先点的菜，菜却上了刘成的桌子。我这边一直没有动静，许娇也没发现我。娇娇，你别笑这么开心，要是张成看见，又得找我拼命了。刘成的话语中满是讥讽的味道。许娇嗤笑了一声，他呀，他就知道干活，能有什么情趣？放心，我跟他说了，是去单位谈公事，以他的脑袋，根本想不到别的。是啊，我之前对许娇全然信任。脑子里每天想的也只是多挣钱，经营好我们的小家，自然不会想到别的。人气急了，是真的会笑。我的信任成了他认为我傻的理由。哈哈，这样的男人，你还跟他在一起干什么？别到时候你都委屈哭了，他还在睡大觉，哥哥可没想拆散你们呢。我这就是一个假设。刘成还真是会说话。正话反话都让他说了，你也别那么说。张成其实对我挺好的，许娇说道。刘成却笑了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叫经济适用男，对不对？许娇竟然连反驳都没有，而是跟着刘成笑了起来。所以我在他眼里只是一个经济适用，会给他花钱的物件。要是张成有哥哥，你一半风趣就好了。许娇感慨道。许娇，不用一半了，我这个经济适用男，放你自由，你可以永远跟刘成在一起了。我对他最后一丝感情被他彻底泯灭。坐在位置上，我给许娇打去了电话。许娇，你在哪呢？你干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我出来谈项目吗？当然在公司。许娇或许是因为心虚，很是不耐烦。是吗？那你抬头看看。我站起身，和许娇对视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许娇，离婚吧。”那天我从餐厅后门离开，许娇第一次扔下刘成，义无反顾地来追我。这次我没有回头，我就算是见，也没见到扔出真心，让人一次又一次践踏。回到公司，我联系律师，拟定了离婚协议书。许娇那次大病之后，几乎没上过班，整个家都是我一点一点挣来的。但我不想做的那么绝，只是要求跟许娇平分财产。许娇却疯了，她疯狂打我的电话，求我不要理，联系不上我，她就给我朋友打电话。然而她的那些作为，我朋友早就看不下去了，并没有人帮她联系我。直到岳母打来了电话：“小成啊，妈不知道你们之间都发生了什么，肯定是我们家阿娇不对，但你们都结婚10年了，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商量？反正妈是谁都不认，只认你这个女婿。”岳母的声音中带着哭腔。我沉默了。妈，我和许娇只是感情破裂了，你是什么样的人妈知道，10年的感情，你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，你别骗妈了。岳母哭得更厉害了，毕竟许娇家里最难的那几年是靠着我才挺过去的。我有些想笑，连岳母都知道我重情重义，可在许娇眼里，我只是一个算计她的小人。电话那边，许娇终于绷不住出声了：“老公，你让我见见你行不行？”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2个女人一起哭得我头疼。岳母
对我也一直很好，我也不忍看他老人家难过。无奈之下，我还是答应了跟许娇再见一面。再次见面是在我们的婚房内，我开门进去时，许娇就坐在沙发上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许娇站起身来拉我，我下意识后退了2步，看见她眼中受伤的神情。以前我会心疼，现在只剩下漠然。把离婚协议签了吧。我把离婚协议放在桌子上。许娇摇头，不，老公，我不想跟你离婚。她哭了，抑制不住的嚎啕大哭，哭够了，她还在偷眼看我，等着我去哄她。但从她把我评为经济适用男的一刻，我就不会再哄她了。许娇，都是成年人，给自己留一点体面。我敲了敲桌面上的文件，转身离去。可我没想到，许娇竟然会跟着我一路回到公司。就在公司门口，许娇一下扑到我身上，抱着我连哭带喊：张成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真正喜欢的是你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之前是我糊涂了，你不跟我生气行不行？你才是最爱我的那个，我心里最爱的那个也是你。我挣脱了2下，可他抱得实在太用力了，现在明白还有什么用？许娇还在絮絮叨叨说着我对他的爱，每次吵架我都会给他买他爱吃的东西哄他，每年都有金玫瑰。他生病那年想吃火车上的盒饭，我就特意坐火车给他买回来，大冬天拿回来时还是温的。可惜这些他所认为的感动，从他选择刘成的一刻起，就变成了我脑子进的水。他越说，我对他就越厌烦。围观的人也窃窃私语，这不是张成吗？我记得他可是有名的宠妻狂魔呀。我现在听着也是，估计是这个女人太过分了。听这意思，她头上有点绿呀。你不知道，张成之前就是她的舔狗，估计现在是清醒过来了。我脸色涨得通红，之前为了许娇不要的脸面，这一刻好像全都长回到我身上了。男人的力气还是要比女人大一些。我反手抱住他，让他冷静下来。许娇，我们已经不可能了，把离婚协议签了，给自己留一点体面。怀里的许娇只是哭着喊不。我放开他，转身要走。许娇伸手来抓我，但他却被另一个人抓住了。刘成不知道什么时候赶来的，他拉住许娇，眼圈泛红。娇娇，你为了这么一个男人，都不要女孩子的矜持了，值得吗？女人的价值是无限的，你怎么能这么作践自己？刘成，你别再给我灌毒鸡汤了！许娇突然一耳光打开刘成脸上，他歇斯底里地怒吼着：要不是你，我和张成过得好好的。刘成眼圈红了，头顶青筋也一条一条爆起来。娇娇，不是你跟我说的，女人要自立，要做大女主吗？你还说你要包养我，这么多年你没有成就，都是因为张成不让你出去。我诧异地看向许娇，这些年她没出去工作，难道不是因为她身体不好吗？之前我鼓励她尝试工作过，但她连按时上班都做不到，所以才让她做些零工在家休息的。为什么变成了我对她的压榨？闭嘴，闭嘴！许娇连着打了刘成几下，蹲在地上哭得不能自抑。她又抬头看向我，张成，你看见了，我真的不会再跟他联系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在说什么？刘成猛地拉住了许娇，是你让我安心在这个城市住下的，你不是说你会跟张成离婚嫁给我吗？你放开我！许娇尖叫着，好像发疯的鸡一样，不断扑扇着翅膀，把刘成脸上挠出一道道血痕。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，我查过你的大数据了，你根本就没有钱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你就是想骗我给你还债。之前我是看在幼时的情分上，你还真以为我喜欢你了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的，我喜欢的一直都是张成，
我眼神越发落寞。原来他回来找我，是因为刘成没有钱，而且欠了一身的债务。如果不是呢？那他是不是就会高高兴兴地跟刘成离开，暗自庆幸摆脱了我这个经济适用男啊？刘成并不像我那样会心疼他，死死扣住他的手腕，任由他怎么尖叫。娇娇，我们回去说，我还保留着我们的聊天记录呢，你一定是忘了。刘成拉着他往车上去，许娇求救地看向我，可现在我并没有救他的义务，周围的人也不好上前，谁都知道他们两个是奸夫淫妇，沾上准会倒霉。我站在楼下半晌，还是拿起手机，以丈夫的名义报了警。警局内，许娇被打得很狼狈，能清晰看见她脸上的巴掌印。按照警方说法，他们两个只能算是互殴，因为许娇把刘成脑袋给砸破了，还在医院缝针。我进去的时候，许娇好像受惊的小兔子，听见门响动的声音都哆嗦了一下，见到是我才哭了出来。老公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，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许娇哽咽着说道。不好。我站在门口看着他，心中毫无波澜。原来不再爱了，就也不会再心疼了。许娇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救你，如果你不愿意协议离婚，我们还可以诉讼离婚。我想你之前已经把法条看得很透彻了。我有些讥讽，我们还没离婚，离婚需要防范的东西他就已经做好了，只可惜这多年他习惯性的依赖我，竟以为外面的人也会任由他依赖，对他无所索求。就算他准备的再多，有事实存在也是无用的。许娇在椅子上蜷缩成了一团，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护自己。放在以前，我一定会心疼地上前抱住他，问他怎么了，帮他把事情处理好。可如今我只拿走了属于我离婚协议，回到单位没了家庭的拖累，我把自己全心全意沉浸在工作中。随着业绩不断上涨，公司给我涨了几次工资，我还拿到了进修资格。就在我出国的当晚，再次接到了许娇的电话。张成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他声音虚弱。我沉默着没有出声，他似乎也没在等我的回答，反而自言自语。你离开后，我才知道我真的离不开你。妈妈又生病了，我不知道要怎么照顾她。她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张成，只要你回来，什么都行，我全都听你的，我再也不闹了。听着她的哭声，我叹了一口气。许娇，人都要学会自己生活的。听见我的声音，许娇哭得更厉害了。好半晌，她才收起了哭声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我现在就自杀，反正没有你，我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。我嗤笑了一声，他不是不能没有我，而是不能没有我的照顾。只有他活不活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你自便。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，踏上了出国的飞机。回国后，我再次见到了许娇，她并没有死，而是如愿嫁给了刘成。如今她已经不再柳腰纤纤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差点没认出来，她手里拿着清扫工具，靠在墙上跟大妈们聊天，站在一群大妈里，竟然毫不违和。张成，她着急地叫我。我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看向她时，她下意识躲闪过我的目光。许娇，你结婚的红包我还没发给你，我笑着说道。自我身后走出了一个漂亮的美人，揽住我的胳膊。小程程，这就是你说的许娇？你以前眼睛是有点瞎哦。办公室，你别乱说话。我压低了声音。许娇眼中的光一丝一丝熄灭，走远了，我还能听见她身边那群大妈的嘲笑。老许，你之前也太不知好歹了吧，这样的男人你都能放过？要是我，绝对不可能放他走。
你看看你现在嫁了个什么玩意？关上门，刚刚还挽着我胳膊的美人放开手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张经理，我这个助理怎么样？必要的时候还能给你挡烂桃花。”我瞪了他一眼，心思放在工作上。听说我走之后，许娇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没了我的支撑，他才知道生活中所有东西都是需要钱的。他所谓的浪漫没有了金钱的支撑，只剩下虚伪的空壳。至于他所谓的大女主生活，根本不是他的能力能支撑得起的。在生活的压迫下，他还是跟刘成结婚了，却没想到之前他以为浪漫的刘成，婚后竟然会家暴。只是这些跟我都没关系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